这里不让进，立刻离开！煮熟的鸭子居然飞了，这娘们长得细皮嫩肉的，真是可惜了。对不起。好热，他们到底给我吃了什么？为什么这么难受？好热，为了逼我就范，也居然连下药这种招数都能使出来。既然是爷爷安排的，就成全。Make you believe I'm what you need. Back, darling, please. 卖烤红薯嘞，又香又甜的烤红薯，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买2个还送鲜花1卖烤红薯啦，又香又甜的烤。那2个小孩谁啊？怎么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还真是。不过这谁家小孩这么小就出来挣钱了？这大人也太市侩了吧，简直没人性啊！确实。小贝，小贝，妈妈，你们怎么又在卖红薯啊？他是谁？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妈妈，你看我和妹妹今天卖了不少呢。是啊，妈妈，你一个人养我们太辛苦了，我们多卖点，你就可以轻松点啊。这么乖呢？对不起，小宝小贝，妈妈不知道你们爸爸是谁。如果妈妈能找到你们爸爸，也许你们就不用和妈妈一起受苦。妈妈不辛苦，妈妈很开心。等你们长大了再帮妈妈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去写作业。好，走。原来是为单亲妈妈误会一场。臭小子，马上就要过年了，你对象了，我的曾孙呢？哎呀，爷爷，你别叫我爷爷，你才是我祖宗。今年过年再不来对象，你就等着替我出事吧。老爷子又催婚了，可不是吗？哎呀，我上哪儿给他找曾孙啊？总不能平白无故变一个吧？有了！他是谁？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烤红薯还有吗？我全买了。啊？要不你们先尝一下，来。这么好吃吗？简直人间美味啊！很好吃。送给你的。这是给我的吗？谢谢你买我的红薯，祝你新年快乐，越长越帅。谢谢你。这个叔叔真好呀，要是我爸爸就好了。那个有个不情之请。什么？希望你能假扮我的女友和我的孩子。希望你能假扮我的女友和我的孩子。总裁是疯了吗？这种鬼主意都想得出来？假扮你女友？你这是……你放心啊，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过年了，需要应付家里而已。1个月30万，怎么样？30万？妈妈，是不是我们以后有钱了，你就不用那么辛苦啦？小贝可以吃苦，但是妈妈不行。也对，小宝、小贝的学费还没凑齐，要是有了30万，就再也不用担心了。好，我答应你。哇，妈妈你好美啊，跟仙女一样。
不好意思啊，我还不太习惯穿这个鞋子。不是说要穿高跟鞋吗？我这儿没有那么多规矩，让你们跟我演戏已经很委屈了。不会穿高跟鞋，那就不要穿。他人真好，要是孩子爸爸也能这么好，那就好了。小子，今天是你最后的期限，你再不带人回来，放心吧，你的曾孙在我这儿，今天就带他们来见您。小宝、小贝，我们待会儿就要演戏了，你们应该叫我让他们叫爸爸，会不会不愿意啊？爸爸，爸爸，我们最爱你了。爸爸是这样演戏的吗？对，就是这样。我们待会儿按计划行事，你们不要害怕。演好了，爸爸奖励你们10万块。好的，爸爸，爸爸保证完成任务。我有曾孙子了，我有曾孙子了！不是做梦，赶紧通知厨房，全部换成孩子爱吃的菜。再收购2家商场，把所有孩子服装、玩具都给我带过来。再收购2家动画公司，我曾孙子爱看的动画片让他们使劲拍。是，我马上就去办。爸，这锦绣不是一直单身吗？这孩子该不会是假的吧？是啊，锦绣也太不懂事了，居然拿这种事儿来骗你。他要是敢找人来骗我，那我就打断他的腿，把他赶出石家。你紧张吗？我不紧张，老板你放心。老爷，来了！你个臭小子，居然敢骗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太爷爷，怎么回事？跟臭小子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你就是我的太爷爷吗？太爷爷。小宝、小贝，叫人。太爷爷好。好，让太爷爷好好抱抱你们。爸，这俩孩子一看就是假的，你可千万别被他们骗了。是啊，爸，锦绣一直单身，突然冒出俩孩子，我看呢，8成是他找来的骗子。臭小子，究竟是怎么回事？爷爷，这真是你的曾孙，我怎么会拿这种事情跟您开玩笑呢？哟，那可不好说。爸，你可得擦亮眼睛啊！有了，爸爸，太爷爷的眼睛和我们好像啊。也对，这俩孩子不但长得像锦绣，连眼睛都一模一样，怎么可能有假？我说眼睛，他也说眼睛。爸，这眼睛像不代表就是呀。现在骗子的手段可高明了。这2个孩子一看就不是石家的种。姑父，你说不是，证据呢？我也是为了爸好，爸年纪大了，你还这么骗他，良心何在啊？走，太爷爷带你们去吃饭。好。这边。怎么办呢？这2个野种肯定是假的呀。能怎么办？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想要拆穿石锦绣，那还不简单？吃，就知道吃。哼！我让你吃完这顿没下。你看这摆的多丰盛啊！对呀。来，小贝，来，这边坐。小宝，坐。坐这边啊。你们俩站着干嘛？坐呀！坐。都坐下吧。妈妈，这个吃饭的地方比我们家都大。
妈妈，好香啊！妈妈，喂，好了，都是一家人啊，不必客气，开始吧，动筷。妈妈，这个怎么吃啊？这个叫牛排，妈妈只在电视里看过，听说很贵，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吃。没事儿，吃的只是为了填饱肚子，用什么吃都一样。妈妈，我们用筷子吃吧。小宝说的对，我们就用筷子。哪儿来的土逼？居然用筷子吃西餐？他该不会以为他是在吃路边摊儿吧？真是丢死人了！这么贵的牛排，居然用这么廉价的吃法，这牛死的有点太不值了吧？阿宁啊，你是在哪个豪门出生的？怎么连牛排都不会吃呢？豪门？我看呐是哪个山旮旯的吧？别以为攀上了石家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野鸡永远是野鸡啊！我们真的不是骗子。不是，那这两个孩子从哪儿冒出来的？该不会是和哪个野男人生的吧？你可要考虑清楚了，欺骗石家可是要坐大牢的。该不会真是骗子吧？怎么了？没事，我可能给你丢脸了。这肉用筷子吃的，的确更香。你们觉得呢？季修，你这样做岂不是丢石家的脸？传出去，让石家的面子往哪儿搁？比起吃饭的工具，语言上的体面和礼貌，才是真正的修养。姑姑，你觉得呢？哎，这吃法新鲜呀，我得试试。爸，这大口吃肉的感觉就是过瘾呐！快吃。老爷子说的是，用筷子吃饭就是爽快。就是自己家里讲究什么规矩，当然是怎么开心怎么来了。还别说，用筷子吃就是痛快。哎呀，连吃饭都这么香，看来还真是我的曾孙儿了。通知石家所有人，除夕晚上回来吃团圆饭，我要正式介绍两个乖曾孙儿。是，老爷。介绍，老爷子该不会想把名下的股份都给这两个野种？爸，这俩孩子身份还没确认呢。就是，万一他们两个是来骗财的呢？那我们石家还不是亏大了？传出去多丢人呢！够了，就这么定了。小宝、小贝，来，过来，来，现在就在太爷爷家里住着，过2天太爷爷给你们一个大惊喜，好不好？谢谢太爷爷。怎么办？老爷子要是把那个股份都给那两个野种，我们不就什么都捞不到了吗？着什么急？好戏还在后头。你有办法了？我查到了江宁的资料，他就是个卖红薯的。他那两个孩子肯定不是石家的种。我已经把他们的头发交给了鉴定中心，请他们务必确保报告的真实性。到时候除夕宴上，老爷子雷霆大怒，石锦绣就等着滚出石家吧！啊！来，慢点喝。你没事吧？
哥哥，要是老板是我们爸爸就好了，他人好，妈妈以后不用那么辛苦啦。有了，我们等会儿就这样。抱歉啊，要不是为了陪我演戏，不然你也不用跟我住一个房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是我分内的工作，老板你不用客气。妈妈，下雨了。爸爸，小贝害怕，你陪小贝睡吗？这俩孩子真是可怜，要不是睡迷糊了，也不会把我认成他爸爸。爸爸陪你们睡。来吧，睡觉。睡觉。天哪，我怎么睡到他怀里了？我不是在哄小贝睡觉吗？怎么会变成这样？抱歉啊，我昨晚不小心睡着了。不过你放心，我什么都没干。没事没事，我也不小心睡着了。妈妈，我们已经洗漱好了，衣服也换好了。妈妈，我和哥哥能自己照顾自己，以后你就多休息，不要老为我们操心了。小宝小贝最乖了。这不是我以前丢掉的红绳吗？怎么在这儿？我的，找了他整整6年，也不知道他在哪。应该只是巧合，红绳而已，相似的多了去了。那我先去换衣服。啊，谢谢。今晚就是除夕宴了，检查结果能不能出来？报告出来了。我得赶紧交到老爷子手上。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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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发财啊！小宝，太爷爷，小贝，太爷爷，哎呦，这两个孩子怎么长得……哎呀，怎么跟锦绣长得一模一样？哎呦，开什么玩笑！锦绣母胎单身，身边连个母蚊子都没有，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孩子？也对呀，太爷爷，新年好！新年快乐，太爷爷！过年好！太爷爷，不会吧？真是锦绣的孩子？天哪，这办事效率也太高了吧！这才几天没见，这孩子就能打酱油了。祝太爷爷过年好！祝太爷爷身体棒棒，吃嘛嘛香，跟不倒翁似的，永远都不会倒。哦，谢谢，这是我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祝福了。太爷爷，这是小宝给您准备的礼物，希望您能喜欢。小宝呀，你太爷爷喜欢玉石和字画，这个太寒酸了，他才不喜欢呢。真是没见过世面，什么东西都敢往老太爷面前送。告诉太爷爷，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这是中药，哥哥说太爷爷有点咳嗽，闻一闻草药香，身体就会舒服了。哟，还真是啊！嘿嘿，谢谢你给太爷爷送这么好的礼物。礼物胜在心意，并非价值，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用金钱来衡量。不过，你说呢？讨好卖乖谁不会？老娘小时候也会。各位，今日是除夕，
我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石向海有曾孙子了！哎呦，没想到还真是石先生的孩子呀，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我决定把我名下20%的股份、10栋别墅，还有2家玩具公司，都转给他们。啊！爸，你是不是疯了？你真的要把石家交到这2个野种手上吗？别一口一个野种，不过他们是我的孩子，说话要讲证据。哼，证据？这就是证据。爸，您看，我已经查到了江宁的底细，他就是个卖红薯的。这俩孩子呀，就是他跟别人生的野种。你可千万别被骗了。给我解释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爷爷，阿宁只是出身不好，但她心地善良，品格坚韧，在我眼里比所有女人都好。爷爷，难道在你那里也只看出身吗？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说。姑姑，就算阿宁是卖红薯的，但也不能证明小宝、小贝他们不是我亲生的吧？锦绣啊，你就别狡辩了，我已经让人做了亲子鉴定，报告已经在来的路上。什么？糟了，这下瞒不住了。师傅，麻烦您再开快点吧。是。我得尽快把报告送到老爷子手上。混账东西！你居然真的在骗我！看我不打断你的腿！哎呀，爸！哎呀，爷爷，你看你把爸气成什么样了？等亲子鉴定报告来了，我看你还怎么狡辩！居然敢冒充石家的子孙，等着吧！报告来了，你就等着进监狱吧！是啊，爸，你千万别原谅锦绣，你差点啊就把股份转给这2个野种了。我看呢，他们就是来骗股份的，真不要脸！我没有，我只是……你们有事冲我来，跟他们有关系。太爷爷，我们真的不是为了股份。太爷爷，你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真的不是坏人，我们真的很喜欢您。你个野种装什么呢？真以为老爷子好骗呀？亲子鉴定马上就到，我看你们还怎么狡辩！来了，报告来了。老爷子，报告来了。爸，我就说不是嘛，你还不信？您看，江宁就是个卖红薯的，这卖红薯的还想生我石家的种，他也配？卖红薯怎么了？那也是靠自己的双手赚钱，靠自己的本事吃饭，那也很值得骄傲。就是妈妈卖红薯养大了我们，就是了不起，最爱妈妈了。小宝、小贝，谢谢你们。老爷子，报告你还没看呢，要不看一下再说。有什么可看的？这结果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哎呀，要不把他给撕了吧，省得爸生气。去！哎呀，算了，就算接受不了，也无法否认他们根本就不是我的曾孙儿。哎呀，可惜了。什么？什么？小宝、小贝真是我的曾孙儿，我有曾孙儿了！之前许的新年愿望成真了。嘿，不对，曾孙的身份做不了假，但这江宁……爸，这结果到底是什么呀？那还用说吗？肯定不是亲生的。来人，把这2个小畜生还有那卖红薯的给我赶出去！我看谁敢！姑父，就算他们不是我亲生的，那也是我石锦绣的贵客。这里是石家，还轮不到你一个姓盛的来做主。爷爷，抱歉，是我骗了你，但这件事都是我做主的，和江宁他们无关。怎么回事？臭小子好像不知道小宝、小贝就是他的孩子，这事儿还得斟酌一下。
是不是亲生的有什么要紧呢？爸，你这话什么意思？这2个孩子我非常喜欢，这几天给我带来多大的快乐，我就是喜欢他们，非常喜欢。爸，您是不是老糊涂了？您混账！这就小宝、小贝，愿不愿意跟太爷爷一起回家呀？以后就在太爷爷家住下，我给你们买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不好呀？谢谢太爷爷。但妈妈说了，白吃白住是不对的，我们不能接受。小宝想和妈妈在一起。你把孩子教得很好，非常棒，谢谢你，小宝、小贝，我非常喜欢，我很希望他们能多陪陪我。这样吧，江小姐和2个孩子一起来我们石家住吧。爸，你在说什么呀？你是不是失心疯了？明知道这个贱人是为了我们石家的财产，闭嘴！你愿意吗？老爷子人真好，老板也帮了我很多，让2个孩子多陪陪他们，就当是报答他们的恩情了。好，我们去。好，我们去。管家，老爷，立刻派人去收拾行李，把家里该置办的置办，不管是江小姐的还是孩子的，一点也不能疏忽。是老爷。来来，嘿嘿，哎呀，走，一起回家。老爷子是不是疯了？那不是石家的种，他怎么还当个宝贝供着？怕什么？假的，真不了。只要他不抢我的财产，一切好说。哼！哎，江小姐，先住3个月可以吗？老爷子这么喜欢他们2个，是他们2个的福气，我怎么着都行。孩子是你的心肝宝贝，你一个人把他们养大确实不容易。要不这样，我让锦绣在公司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就当是还了孩子们对我的陪伴。是，爷爷。不用了，老爷子，你能喜欢他们，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工作就真的不用了。这没什么的嘛，不用觉得亏欠。我们只是给了你一个工作的机会而已，能不能站稳脚跟，还得靠你自己呢。可是，难道你不想有更好的前途吗？给小宝、小贝提供更好的条件吗？为了小宝、小贝，再大的困难我也要上。好，我去。谢谢老爷子。那好了，下去休息吧。小宝、小贝，再见。太爷爷晚安。太爷爷晚安。哎，嘿嘿嘿，哎呀，老爷，查清楚了，和您想的一样，6年前在温泉酒店跟少爷发生关系的就是江宁小姐。当时我们给少爷下了药，就是江小姐走进了少爷的房间，我们的人又迷了路，所以江宁真的在卖红薯？是的，这些年她带着2个孩子也挺不容易的。石家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但江宁这身份，我想给他3个月时间，看看他的品性。如果他能在集团站稳脚跟，再让他进石家也不迟。可他要是贪婪自私呢？那就给他3个亿，以后就和我石家没关系了。您真是老奸巨猾，不，是老谋深算。这件事先别告诉那臭小子，公司那边多关照关照江宁，绝不能让外人欺负他。是。你好，已为您消毒加热，请放心使用。妈妈，这个马桶居然会说话耶！这叫智能语音系统。妈妈，这个水居然不用烧就是热的，这叫中央热水系统。那这个大盆是干什么的？这叫浴缸。小少爷懂得可真多。江小姐，我们来给孩子洗澡吧。哎，不用了，孩子们认生，我自己来就好了。谢谢你们。来洗澡吧。妈妈没事吧？没事，妈妈好像崴到脚了。妈妈，你别动，我们去叫人。小宝、小贝，快回来！妹妹，保姆阿姨在那边。
我们不找保姆阿姨，找老板，懂了吗？哦，老板，怎么是你啊？很疼吗？还好。我今天先帮你用药揉一揉，如果明天还疼的话，就要去医院了。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温柔的对我。你手上这个红绳是在哪儿买的？这个其实不是我的，我带着它呀，是希望它的主人能看到，给我一个弥补它的机会。巧了，我之前有一条红绳，跟这个很像。是吗？对了，你对什么工作比较感兴趣？我只有高中学历，去你们集团做保洁会不会不够格啊？放心，交给我来安排。不好意思啊，我去接个电话，你早点休息。晚安，老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行政部门新来的同事江宁。大家好，我叫江宁。同时，他也是我们石总的行政助理，大家欢迎。助理？周经理，你没搞错吧？我哪做得了行政助理啊？这可是石总的安排，放心吧，放心吧。啊，助理，高中学历，还什么经验都没有，你哪个庙的派头这么大？宋总，石总已经同意了。我是行政总监，我说了算。你是哪个经理的亲戚吧？别以为进了石氏就万事大吉了，我告诉你，没门儿。宋总，百无一用的花瓶，他还想当锦绣哥哥的助理，他也配？让他去保洁部。可是，石氏集团什么时候开始以貌取人了？石总好，石总好，石总好。江宁做得好不好，要看他的具体表现以及学习能力，而不是以外貌来判定。宋总监，你说呢？可是，再让我听到类似的言论，直接以规章处理。是。来我办公室一下。贱人，想勾引锦绣哥哥，没门儿！老板，不是说让我当保洁吗？怎么变成您助理了？怕了？没有，我是觉得我是您带进来的人，如果我做不好的话，会给您丢脸的。放心吧，你连红薯都能考这么好，这个工作肯定也能做好，我相信你。行，那我试试。总裁，什么事？你让我调查的事情有一丢丢眉目了。不知道为什么，酒店的监控和记录都被人处理了，只找到了这2张照片。您能想起来是谁吗？老板是在找女孩子吗？他喜欢的人？就一个背影，你让我怎么办？是，我深刻反思。老板，那我也先出去了。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直接问我。哦，明天交稿。他的策略，倒是挺好看。真是刻苦啊，每天熬夜到这么晚，不抱怨也不气馁，好像还越来越有干劲了。学的怎么样？周晓说学得非常快，本职的工作都已经上手了，而且做事很谨慎，看样子是个去开车呀！是。江离，没想到你还真是冲锦绣来的，你给我等着，看我怎么收拾！哎呦！哎，不许动！把手举起来！去！小宝小贝来了以后，老爷您都年轻了好几岁呀，是吧？是，再过几年呐，老爷您都返老还童了，说不定还能娶个媳妇儿呢。说到底呀，这孩子还是自家的好，把别人家的总当成宝。爸，你可别忘本了。养不熟的白眼狼，小心被反咬一口。爸，我这也是为你好。这两个小野种处处讨好卖乖，我看呀，就是奔着您的股份来的。你千万别被人骗喽，还不如直接赶走算了。我看谁敢！嘿，小宝、小贝，你们想要什么，尽管跟太爷爷说，太爷爷马上让人给你们买回来。谢谢太爷爷。哎呦，哟，江小姐现在才起呀？该不会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吧？他不会赖在咱石家吧？不好意思，我睡过头了。江小姐是我们石家的贵客，她想多睡一会儿，怎么了？你们两个有意见吗？哎，小宝、小贝，我们来玩游戏。好。这个是什么？老虎。那这个呢？兔子。锦绣呀，这个女人身份低微，一个卖红薯的哪配进我石家的门？这种人呀，待在这里也是丢人。我看呀，不如直接赶走算了。这就不麻烦我们姑姑操心了。我也是为你好。来，我们继续。这是什么？大。这个。可。这个。不。必。连起来。大可不必。这不识好人心，走。对了，我昨晚是怎么回来的？啊，妈妈，昨晚是老板抱你回来的，你睡得可沉了。是啊，你还抱着老板的脖子不松手呢。什么？老板抱我回来的？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所以是老板把你放床上的，你还抓住老板的手不让老板走呢。对不起啊，我最近可能有点太累了，睡得有点沉。没事。张总的合同急着要，你去找石总签字。走过流程了吗？江宁，我是你的领导，让你办个事儿，你还跟我讲条件是吧？现在立刻马上去签字，耽误了采购，你负责得了吗？好，
我现在就去。哼，江宁，你就等着被开除吧。进。石总，这里有份合同需要您签字。江宁，你怎么回事？怎么了，宋总？出什么事了？让你拿合同找石总签字，你居然私自修改金额，这下好了，公司直接损失了3000万。什么？3000万？哇塞，这江宁怎么回事啊？居然犯这么大的错误！一个高中学历能干什么事儿啊？也不知道是谁塞进来的，真晦气。出什么事了？闹哄哄的。我不管，这个合同是你们石氏集团最终签字的版本，我就要按这个版本执行。3000万，要么给钱，要么给货，不然咱们走着瞧。哎呀，张总息怒，江宁做事一向很谨慎，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隐情啊？隐情？管你什么隐情，给钱！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这个合同是当时你给我的，从始至终我什么也没动过。没有。那金额为什么会变？我看就是你操作失误，拿错了合同。我不知道，不信的话，你们可以调监控啊。你当公司是你家开的，你想查就查。江宁，我看你就是想推卸责任吧。太过分了，他自己犯的错，居然还想赖掉。就是，3000万又不是一笔小数目。自己学历低，就好好的扫大街，来石氏逞什么强啊？当我们这儿垃圾场啊！我不管，今天必须赔钱，要不然就赖在这儿不走了。宋仔，你还看戏呢？还不去帮帮江小姐？怎么？你看她被欺负了，你不忍心啊？啊，我不敢。她可是江宁，不是什么阿毛阿狗，你凭什么就认为她不能处理好这件事情？说得好，说得好。爷爷，您怎么来了？谁也别过去，先看看江宁自己怎么处理。是。江宁，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如果宋总非要给我扣帽子，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过，我想问问宋总，您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啊？你损害公司利益，自然要开除处理。那张总的损失呢？说到底，这件事是我们的错，我会和张总协商，把3000万的损失降到1000万。差这么多，张总能同意吗？1000万，1000万怎么能行？咱们之前说好的，1000万，看在宋总的面子上，1000万也不是不行。那这样，咱们今天就拍板，1000万，今天就把钱打给我，明天就不是这个价了。不愧是宋总，业务能力这么强。是啊，要不是宋总，咱们石氏的损失可就大了。不仅是损失大了，就连月绩效奖金也都没了。不像有些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拖我们后腿。就是，怎么样？没话说了吧？没了。行啊，保安，立刻收拾这个贱人的东西，把他给我赶出去。开除，实在太过分了。站住！刚才不是还说相信他自己能解决吗？你就这么急不可耐？我哪有？你有。慢着，宋总，您确定不再看一眼这个合同？有什么可看的？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多了3000万。你是想耍赖吗？是吗？那为什么合同上只有4800万？什么？什么？怎么会这样？我记得分明是我分明拿了错的合同给他，怎么又变成正确的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啊，不是说上面的金额是错的吗？可江宁拿的是对的呀。这也太奇怪了吧？是你，宋总，公司的规章制度摆在这儿呢，我总不能视而不见吧？你好，是法务部的同事吗？我有个合同想跟你们确认一下。石总，
这里有份合同需要您签字。从始至终，我给石总签字的都是通过公司审核的正确的合同。什么？这个贱人居然没有上当！我就说他一定可以的。也不知道刚谁急吼吼的，非要说上去帮忙。既然他自己能解决，那我就放心了。对了，下个月宋家晚宴带着江宁一起参加吧。这宋家的晚宴为什么要带阿宁？是爷爷，我会转告他的。江宁是小宝小贝的母亲，也是我石向海的贵客。以后不管你有多忙，江宁你要保护不了，就别回家了。是，爷爷。宋总，你连合同都没看过，怎么就能断定这里的金额一定是错的呢？难道你一开始给我的就是错误的合同？宋总，你是怎么知道这金额就是错的？还用说吗？肯定是有人故意想让阿宁下水。你胡说什么？没有的事儿，是不是你在搞鬼？这不关我的事啊！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这宋总他说这金额是错的，你们要找他。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明明是你告诉我金额是错的，我才来找江宁的。你别倒打一耙啊！哎，不管了，现在必须推在他身上，我才能全身而退。哎，我说宋真真，你这不要脸的骚货！那当时明明是你跟我说想要把他赶走的，你当时说事成之后给我2000万，我才要跟你干的。哎，你怎么能这么贱呢？天哪，宋总是故意的。那他为什么要陷害江宁啊？太歹毒了吧！这可没我什么事啊，这是你们石氏集团自己的事儿，你们自己解决啊！哼，张总，你准备去哪儿啊？陈助理，我家里还有点事儿，着什么急啊？先去警局喝个茶，再回家也不迟。这不关我事儿，这。石总好，锦绣哥哥，这不关我的事，都是他，是张总，是他干的。宋真真公然违反公司治理，现降薪降职处理，去后勤部报道吧。锦绣哥哥，你不能这样对我，我没错，是江宁。再多说一个字，直接开除。江宁为人低调，处事谨慎，为公司避免了重大损失，现破格提前转正，以示嘉奖。转正？我真的转正了？怎么，你不高兴？快谢谢石总。高兴，谢谢石总，我会继续努力的。江宁，恭喜你啊！是啊，你太厉害了，才1个多月就转正了。江宁，你给我等着！少爷回来了，咬你！要是他们真的是一家人就好了。老板，你回来了。吃苹果吗？啊。哥哥，计划开始。老板、妈妈，家里有电影院，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不好？小宝、小贝，老板很忙的，妈妈陪你们去看好不好？好。你们怎么知道老板好久没看电影了？走，看电影去。他人真好，要是他真的是孩子们的爸爸就好。妈妈，老板家里的电影院好大呀！妈妈，等我长大了也给你买别墅和电影院。谢谢小贝，不过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呀？你们不想挨在一起吗？要换吗？不用，这样做妈妈跟老板才能培养感情。妈妈，电影开始了。
毛毛，怎么了？哥哥，大人亲吻，小孩子不能看哦。哦，那个，一直没有机会问你，小宝、小贝他们的爸爸去哪儿了？不知道。不知道。不告而别了吗？没有，我跟他本来就是一场意外，也许他并不想对孩子负责，所以我也没有找他。他怎么能这样？小宝、小贝这么可爱，我简直心都要化了。他应该更喜欢才是啊！居然做出这么不负责任的事情，简直是渣男、禽兽、败类。没有，我没有怪他，没有他，我们不是过得很好吗？那，你不想找他了吗？不找了，3个月之后，我就会带着小宝、小贝离开。我可以赚钱养活他们。或许，我可以试一试。橙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我出神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女人。再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哎，上次你在办公室找人，是找的这条红绳的主人吗？女孩子？对，但其实我连她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甚至我们都不互相了解，只是我想弥补她，仅此而已。江宁，你在想什么？他是老板，是石家的继承人，不是你能肖想的。老板，我是第一次来这种场合，一会儿我万一给你丢脸了怎么办？别怕，有我在。哇，石总身边的哪家千金啊？长得可真漂亮。这是第一次看到石总在公开场合带女伴出场，该不会是石总的未婚妻吧？闭嘴！锦绣哥哥喜欢的人是我，我才是他的未婚妻。哎呦，宋小姐呀，你的美梦怕是要破碎了。呵呵，你什么意思啊？宋小姐不知道，这个女人叫江宁，还带着2个拖油瓶，已经恬不知耻地住进石家。什么？老板，我想去个卫生间。去吧。你说什么？江宁这个贱人居然住在石家！是啊，宋小姐，她带的那2个野种啊，把老爷子哄得高高兴兴的。你看，就是奔着我们石家的财产去的。只可惜呀，我们人微言轻，也不好说什么。但是近水楼台呀，江宁那个狐狸精，万一把锦绣勾到手，你可就没机会了。一个卖红薯的也想踩在我头上，贱人，没门儿！啊！贱人，早知道你没安好心，我警告你，立刻马上从锦绣哥哥家搬出去。宋真真，你搞清楚，是老爷子让我们住在石家的。哼，你要是想走，老爷子会不让你走？我看你就是想勾引锦绣哥哥。你有病吧？我走不走关你什么事？我今天就让你看看，到底关不关我的事！哎呦，真真，你没事吧？爸爸妈，这个贱人他推我，还打我。还好吗？谢谢老板的衣服。怎么回事？这个丫头怎么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你谁呀？好端端的，推我女儿做什么？我没有推你女儿，是她先要动手打我，我才打回去。
你要是没做错事，他为什么要打你？我看你就是欠打。宋董事长，照你这么说，你女儿摔倒也是咎由自取，她就是欠摔。妈，爸，就是这个贱人，他叫江宁，就是他害我被降职，他现在还住在石家。哼，上不了台面的东西，等着，爸，重到。石总，你们石家不是要和我们宋家联姻？你带着这个狐狸精要砸我们宋家的场子，你让我们宋家脸面往哪儿放啊？是啊，锦绣，老爷子之前还说要聊聊你们联姻的事呢。联姻？爷爷只是有意向而已，又没有说定下。我怎么就不能带你办了？再说了，两家能不能联姻还没有定论。你什么意思？锦绣，你这是要悔婚呀！锦绣哥哥，你当真要为了这个贱人放弃石宋两家经营多年的关系吗？田仲，就事论事而已。贱人，你到底给锦绣哥哥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他这么护着你？我今天要是不收拾你，我就不姓宋！宋董事长，你要是管不好女儿，不介意取而代之。石锦绣，你欺人太甚！珍珍，你放心，爸爸妈妈给你主持公道。还讨回什么公道啊？锦绣哥哥都不要我了，那个贱人都要嫁进石家了，我不管，我要他滚出石家，让他死！珍珍，什么死不死的，你别胡说了啊！哭什么哭？哭了，那石锦绣就能回来了。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办法？等石家来找我们联姻，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如今之计，只有生米煮成熟饭，这样的话，就能安稳的坐上石太太的位置。你先在这儿换衣服，我去招待一下客人。好。先生，这是你要的酒。先生，您是不是醉酒了？要不我带你去房间休息吧。先生，您喝醉了。先生，快抓住他！衣服，老板的衣服，我忘了还他了。老板，哎，他妈的人去哪儿了？走，去那边看看。走。老板，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吗？我被他们下了药。下药？我现在就去给你找医生。你等我一下。老板，你别这么看着我。阿宁，可以吗？
Your breath, it makes me invincible. Lost how never ever leave you alone. You're so sweet to me. 好熟悉的感觉。 You're my sticky, put me fast asleep, put me fast asleep. You're so sweet, sweet to me, You got me higher, higher than I've been. 'Cause I'm falling slowly in love with you. 오랫동안 기다려온 너는 I see the light upon your eyes. I see the stars behind the way you are. I see the moment waiting for. 昨晚我们，昨晚只是一场梦。老板，你喝醉了，我也什么都不记得了。就这样。就这样。老板，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也不需要你负责。真的，石家待我很好，老爷子也待我很好。要不是他们，我也不能进石氏集团，我怎么能为难他们？不需要我负责。 真的没关系，你不要有心理负担。可我偏要负责呢。走，跟我回家。什么？你要结婚？还是和一个摆摊卖红薯的、带2个拖油瓶的土鳖结婚？锦绣啊，你是疯了吗？我没听错吧？老板他。 要娶我？臭小子，你发什么疯？好端端的，怎么突然要结婚？爷爷，我从来没有比此刻更清醒。我要娶阿宁，以后只对她负责。锦绣啊，你可千万别被骗了。有些狐狸精啊，表面上是对你好，实际上就是冲着我们石家来的。你可千万别着了道啊！哼，一个摆摊的也想嫁进石家，做什么春秋大梦啊？ 是我要娶阿宁的，你们有什么冲我来，说他干什么？我们也是为了你好嘛。宋家联姻就在眼前，你突然被一个摆摊的迷得五迷三道的，这不是打石家的脸吗？就是，放着宋家的千金不娶，娶个二手货，傻子也不会这么选吧？够了，什么二手货，说话注意点。哎呀，爸，我们也是为了石家好呀。你想，江宁呀，带着2个野种，要是结婚了，那不得赖在石家了？哎，万一以后要是霸占石家的财产，那我们石氏集团不得更名换姓了呀？2个野种一看就不是好东西，爸，你可别被骗了。闭嘴！小宝、小贝是我的心头肉。 谁再敢说他们不是，就给我滚出石家！爸，我才是你亲生女儿呢，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这门婚事我不同意。姑姑，我的婚事还轮不到你来同意吧？哎呀，锦绣，你难道就不怕丢脸，不怕和宋家闹僵吗？我是石氏集团的总裁，谁敢让我丢脸？ 我只知道我要娶阿宁，心意已决。你真是冥顽不灵啊！哎呀，哎，锦绣啊，有件事你是不是忘了？你要是娶了江宁，那个女孩呢？是啊，你不是一直在找那个女孩吗？难道不打算对她负责啊？那个女孩是老板喜欢的人。锦绣呀，我知道你娶江宁是事出有因，但那个女孩她是无辜的呀，你怎么忍心让她受委屈呢？万一这些年她也一直在找你呢？老板，既然你有喜欢的人了，那你就该牢牢抓住他，
你不用管我。阿宁，我分得清楚什么是愧疚，什么是喜欢。我要的只有你。就算找到他了，我对他也只是弥补，这和娶你是两码事。爷爷，我心意已决，您究竟是怎么想的？江宁的确不错，但结婚是一辈子的事，现在考察还没结束，不能草草论断。这件事再等等吧。为什么？行了，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好了，小宝小贝午睡快醒了，散了吧。哎，慢走啊，爸。爷爷。怎么回事？老爷子居然没有拒绝，他该不会真的同意这门婚事？切，老东西年纪大了，这想法是越来越难猜了。不过什么？不过我要是真的坐以待毙，这件事就板上钉钉了。所以，我们得想个办法。阿宁呢？张小姐说，以后她自己去公司了，就不和总裁您一起了。她没和您说吗？老板，我先去上班了，以后就不麻烦您了。谢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他这是在跟我避嫌吗？阿宁，你真不用这么懂事的。啊！你看什么看？开车！石总早。早。我给你带了早餐，你吃不吃？石总，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哎呀，阿宁，我终于找到你了。妈，您怎么来了？哎呀，你是我闺女，我怎么不能来？啊，对了，我找到小宝小贝的爸爸了。哎呀，有出息了，居然在这么好的地方上班，工资是不是不错？妈妈最近输钱了，给妈妈借点呗。妈，哎呀，妈，我正在上班。哎呀，我看看，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去那边。妈，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你找到了小宝小贝的爸爸？真的，我是你妈，还能骗你不成？小海，小海，快进来！妈，你是在叫我吗？他就是小宝小贝的爸爸，方四海。他6年前也是在那个酒店，他说了愿意给你30万的彩礼，把你娶回家。娘娘是吧？长得真不赖。你真的是小宝小贝的爸爸吗？那还能有假？这些年亏欠你的，我一定会弥补你的。放开！你们娘仨放心啊！你干什么？哟，原来是情郎找上门了。江宁，你一边吊着锦绣哥哥，一边和别的男人私会，你可真够水性杨花的。把石氏集团当什么了？钓凯子的大本营吗？真够不要脸的！怎么回事？他怎么长得有点像我去世的男人？感觉还有点亲戚。你谁啊你？你谁啊你？敢这么跟我们宋氏集团的大小姐说话？宋氏集团的天音小姐，鄙人方四海，幸会幸会。难不成他是宋家的孩子？江宁，我看你还是辞职算了，早点回家嫁人吧，免得在这儿丢人现眼。就是，趁年轻多生2个孩子，看清楚自己的身份。你呢，也别缠着石总了，石总是我们宋小姐的。走吧，娘娘。那个回去我们领证啊，我一定会对你好的。放开我，放开我！妈，把你女儿嫁给我好不好？我一定会对你。干什么？谁呀你？陈默，把他们2个给我赶出去！是。这干什么？出去！你谁呀你？这可是我闺女。闺女？是你闺女，还把她往火坑里推？陈默，松人。你放开我！走！娘娘，记得看小心我的残缺党呀！你一定要来啊！出去！没事吧？没事，一点小事，不碍事。锦绣哥哥，
江宁这个贱人，他脚踏2只船，男人都找到公司来了，分明就是在玩弄你。都流血了，这还小伤？去办公室。锦绣哥哥，江宁，你给我等着，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老板，我自己来吧。别动！你真的要跟那个所谓的小宝小贝的生父见面，然后跟他结婚吗？没有。但如果他真的是小宝小贝的爸爸，是孩子的生父，我会试着跟他相处，然后什么？然后和他修成正果再结婚，给小宝小贝一个家了。老板，别叫我老板，不想当你老板。可这才是最好的结果，不是吗？我知道你娶我就是为了负责任，我们的身份天差地别。我娶你不是为了负责，阿宁，我求你别去，好不好？总裁，人已经送走，我把自己送走。不好意思，刚刚是我失控了。和什么人见面是你的自由，我不该干涉。没事，我先走了。总裁，我说过要给他自由，不过我也去吃顿饭，总没问题啊？去查一下江小姐今晚的行踪，去哪个餐厅吃饭，然后马上告诉我。快去！明白，马上就去办。马上就去办。直接问江小姐不就行了吗？恋爱中的男人脑子不太好使。哎，总裁，这么远，应该听不清他们在讲什么吧？找个会读唇语的来。啊，是，我现在给您打海捞针去。方先生，我让您带的体检报告您带了吗？当然带了。不过你看那玩意儿也没什么用啊。你要是想知道我那方面行不行，我可以亲自告诉你呀！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哎呀，你放心，我验几次绝对没问题。我前任，我前任，前任以及前任，那对我都是饱满意啊！你结过婚？那当然，没有娘们怎么过日子？不过你放心，他们都死了，以后啊，咱俩好好过。都死了？怎么死的？病死的呗。不过我前任不是，我前任是因为我欠下的赌债被人打死了。你还是个赌徒？哈哈，不要羡慕哥，哥以前在桌上赢钱的时候确实是帅。不过以后你可不用上班了，在家给我生个儿子，老子养得起你们。不敢，我可不想早死。你说什么呢？没什么。方先生，现在可以把体检报告给我了吗？行，给你呗。你不是小宝小贝的爸爸，你不是小宝小贝的爸爸。宁宁，你说啥呢？你别说了。你是 O 型血，我是 A 型血，我们不可能生出 AB 型血的孩子。你在骗我。哦，你要我体检报告，原来是查我血型啊。不过你挺聪明，可是那又怎么样？不过你还是得乖乖的跟我走。你放心，我会好好疼你的啊！放开！放开我！跟我走！放开我！加油！
是，把他给我送到警局，让他牢底坐穿。是。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怎么在这儿？我路过，刚好就看到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啊？方四海，他不是小宝小贝的爸爸。真的？我就觉得他不配当爸爸。不过他不是你妈带来的吗？怎么会是假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接，快接呀！喂，宁宁啊。喂，妈，那个方四海是假的，他根本就不是小宝小贝的爸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那个人不是你带来的吗？是他自己找到我的，说什么那些年他一直在找你，还说什么要为2个孩子负责什么的。我也没多想，就带他去见你了。以后别再轻易相信人了。哎。等等，宁宁，这个我好久也没有见到小宝、小贝他们了，你带他们回来好吗？知道了。我已经照你们说的办了，你们可是说过的，你们绝对不能伤害小宝、小贝他们。说，江宁和孩子的爸爸在哪儿认识的？既然假的不上当，那我就把真的找过来，到时候我看他怎么嫁进石家。6年前，在风月山庄的一个温泉酒店。温泉酒店？那不锦绣住的酒店吗？难道说那天晚上和锦绣在一起的女人就是江宁？难怪老爷子的态度那么反常，他这是看了亲子鉴定报告，知道了2个野种是石家的种，在跟我们演戏呢。石家的财产难道真的要给那2个野种？给不给还得我说了算。你有办法了？江宁不是要带小野种回家吗？到时我们就……哼，只要2个小野种在我的手上，他还不乖乖就范？妈妈，我想外婆了。我也是。没事，我们一会儿就能见到外婆啦。嗯。小宝、小贝！我操！谁在开车？追车呀！妈妈，那2个叔叔也太傻了吧！不是叔叔傻，是妈妈最聪明了。喂，阿宁，你们到了吗？还没呢，刚刚路上出了点状况，小宝、小贝被人绑架了。什么？小宝、小贝被绑架了？你别着急，我现在就全城找人。喂，怎么挂得这么快？我还没说完呢。喂，妈。宁宁啊，他们的人终于走了，我终于可以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回家。妈，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是他们威胁我的。对了，他们还说那个什么6年前。什么6年前？哎呀，就是你被追债的人下药，然后逃到风月山庄温泉酒店的那一天。我听他们说，跟你在一起的人叫什么锦绣。你说什么？他们说小宝、小贝就是锦绣的儿子。你说什么？小宝、小贝被绑架了？是。老爷子，老爷子，你怎么样？爷爷，你怎么了？一定要找到他们，
确保他们的安全，不能有半点闪失，你知道吗？我知道了。你一定要啊！爷爷，我明白了。不，你不明白。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他们就是你的亲生骨肉啊！你说什么？6年前，温泉酒店的女人就是江宁，她就是你一直要找的人。我看了亲子鉴定，我才知道，你一定要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呐！爷爷，我明白。立刻封锁全市交通，发动所有资源寻找小宝小贝。10分钟以内，我要知道所有消息。宋才，您确定小少爷和小小姐被人绑架了吗？什么意思？我这查到江小姐正开着车，带着小宝小贝朝石家的方向来啊。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告别上就会有颗喜怒喜韩宁，对不起，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一直找的人就是你。我也是才知道，锦绣，谢谢师弟，嫁给我好不好？我还有不嫁这个选项吗？没有，门都没有，窗户也没有。爸爸，爸爸，你真的是我们爸爸吗？对，小宝小贝，对不起，之前爸爸都不知道你们的存在，是爸爸疏忽了你们，以后一定尽力弥补你们。锦绣哥哥，这2个野种叫你什么？爸爸！秀，你可是要娶真真结婚的，怎么可以认这2个野种当儿子？你说出去，我怕别人笑话。是啊，锦绣，我们今天来是谈2家联姻的事情，你这样不清不楚的，我们怎么放心把女儿交给你们呢？是他，宋家夫人，这个宋真真居然真的是他女儿。咱俩真是有缘分，不但住进了同一家医院，2个孩子还是同一天预产期，而且呀，还都是女孩。哎呀，是啊，这衣服你一套，我一套。哎，等孩子出生了，给他们穿上。哎呀，好漂亮啊！谢谢你啊，宋夫人，到时候啊，我一定给我的小宁宁穿上。哎，这个人好眼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联姻不必。锦绣哥哥，你什么意思啊？少爷，少爷，老爷子在叫你们呢。他说担心2个孩子，让你们先进去。走吧，我们进去聊。老爷都来了。嘿，太爷爷，太爷爷。我的心肝宝贝儿，幸亏你们没事，不然我这把老骨头就交代在这儿了。太爷爷，我们没事，你不用担心。以后就乖乖待在太爷爷身边，哪儿也不准去，听见了吗？知道了。待下去，好好休息。告诉厨房做点好吃的，务必给我小心伺候。是，老爷。怎么回事？不是说计划成功？什么成功啊？姑姑，你怎么不说了？没什么，我也是担心2个孩子的安全呢。没想到这么快就救出来了，是吧？运气真好。绑匪抓住了吗？爷爷，已经派人去抓了。敢动我石家的人，抓到了务必带回来，我倒是要看看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我们还有事儿，你们先聊吧。老爷子，这家可真有钱。老爷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刚刚那2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孩子？我和阿宁的孩子。不可能，锦绣哥哥，你才认识江宁多久？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孩子啊？哦，你为了和他在一起，真是什么谎话都说得出来。锦绣啊，你可是要娶真真的，怎么能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呢？别的女人又怎么样？我家宁宁啊，长得漂亮，人又勤快，凭什么不能和石少爷在一起？你说她是你的女儿？是，宋夫人，好久不见。你是？啊，我想起来了，你是张芳。当年我们2个一起在医院生孩子，2个孩子还是同一天出生的呢。是，宋夫人，你送宁宁的衣服，我到现在还留着呢。妈，你认识宋夫人？认识。居然和这种穷酸货同一天出生，老天爷，你可真会羞辱人！怎么回事？为什么张芳的女儿会长得像我，而真真不可能？一定是我想错了，一定是。好了，今天是来聊真真婚事的，扯那么远干嘛？老爷子，虽说之前2家的婚事没有定下来，但联姻的事是商量过的，你们石家可不能对不起真真啊！爷爷，我说过，我这辈子只娶阿宁。6年前是她，现在也是她。难道你想看到小宝、小贝他们没有妈妈吗？哼！自古以来，娶母留子的多了，豪门里面有2个私生子也正常，我们也不是不能接受。是啊，如果那2个野种，不，孩子是锦绣哥哥的，那我也会当亲生的对待的。老爷子，一个卖红薯的和一个千金小姐，你应当知道怎么选吧？爷爷，如果你非要我娶别的女人，那我只能和石家断绝关系了。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你怎么回事？哑巴了？说好的来给真真讨公道，你怎么一句话不说？我愣神了，不好意思，我先去趟卫生间。你没用的女人！我也去一趟洗手间。她真的太像了。这衣服我买了2件，你1件，我1件。到时候孩子出生了，给他们穿上。不对，那个时候2个孩子穿的是一模一样的衣服，万一护士搞错了，不可能，不可能！宋夫人，您没事吧？可万一是真的呢？万一我的孩子被弄错了，从小不在父母身边，一直颠沛流离怎么办？我没事，刚刚只是头晕了。谢谢你啊，江宁。您客气了。哎，等一下，江宁，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家里虽然不算太富裕，爸爸去世的也早，但妈妈还算很疼爱我的。谢谢您的关心。还是那句话，宋家还没有和石家联姻，以前不会，现在不会，未来更不会。为了一个摆摊的烂货，居然要放弃我们宋家！锦绣，你当真不怕别人戳你的脊梁骨吗？哼，那就不劳宋伯伯操心了。你，哦，不过话也说回来，我还得感谢宋伯伯，如果不是你们给我下药，我还没有这么快能娶到阿宁呢。我告诉你们，你们石家想辜负我宋家，没门儿！这门婚事必须答应。老爷子，你是怎么想的？
这件事啊，我再考虑考虑。爷爷，老爷子，够了！再等这几天怎么了？散了吧，我累了。江宁，我们走着瞧。珍珍，你也别生气，瞎了你的狗眼！什么破烂货，居然敢碰我！就你那低贱的烂手，碰一下，我都嫌脏。妈，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希望只是我的幻觉。安宁才是我的孩子，安宁才是。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宋夫人。哎，等一下，江宁，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想她干什么？没什么。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有件事情还没做。什么呀？你干嘛？别让孩子听的。孩子，我来的时候已经在伺候睡着了。安宁，明天有件事情一定要去做。什么？明天你就知道了。季潇，你带我来这做什么？结婚啊！可是老爷子还没松口呢，万一他要你娶宋小姐怎么办？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我的婚姻我做主，安宁，你愿意吗？嗯。走。恭喜二位新婚快乐！天哪，我真的结婚了，这种感觉好不真实啊！来，靠近一点儿，来看镜头。哎，好。老婆，新婚快乐！新婚快乐！哇塞，我没看错吧？石总牵的是江宁的手，这是什么惊天大瓜？他们俩居然领证了，石氏集团有老板娘了！什么？老板娘？这个季度大家都表现不错，下个季度继续努力。财务部说一下情况。是，本季度财务。等一下，老婆，可以帮我倒杯水吗？老婆，天哪，江助理居然是老板娘！天哪，上个班还要比赛满嘴狗粮，月薪呐，月薪！你干嘛在公司啊？叫我江助理。知道了，老婆。可到了，可到了！这也太甜了吧，哥死我算了！我不会放弃的，咱们走着瞧。哎，锦绣，我们就这么领证了，老爷子不会生气吧？放心，有我在，不会有事的。爸爸妈妈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早点生弟弟妹妹啊！谢谢宝贝们。爷爷，我和阿宁已经领证了，宋家那边你帮我拒绝了吗？宋家那边你帮我拒绝了吗？臭小子，这么大的事情，你居然这么草率，你觉得对得起江宁吗？我还以为你不会同意呢。我说我不同意了吗？那天宋家人在场，我要直接说不同意，那大家面子上都过不去。嘿嘿，我正在思考万全之策呢，谁知道你小子这么会来事儿，直接带着江宁把证领了。原来是这样。谢谢老爷子。该改口了。谢谢爷爷。哎，来来来，把东西拿上来。
这是我们石家送的彩礼，6台豪车，10套别墅，以及现金6800万。不用了，爷爷，这太多了。你给我们石家生了小宝小贝，这是你应得的，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不用客气。收下吧。那谢谢爷爷。下去吧。爸，你老糊涂了吗？花这么多钱娶一个卖红薯的，你也不嫌丢脸？是啊，我都没脸出门了。都给我闭嘴！以后江宁就是我们石家的儿媳妇儿，谁要再敢对她说半个不字，你看我答不答应？总裁，王妃已经抓到了，要带进来吗？管家，带上来，我倒要看看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来，带进来。说，什么人指使你们的？说，什么人指使你们的？给你们机会是让你们说话，再不开口，直接送给警局处理。你们可想清楚了，有些话一旦出口，有些东西就不是你们的，懂吗？是我们图财才帮赠2个孩子的，没人指使我们。对，没人指使。是吗？小宝小贝住在石家，这件事情没有外人知道。如果没有人给你们透露消息，你们怎么会知道？还不从实招来！我们是在除夕宴上看到老爷子很心疼2个孩子，这才动了歪心思。对，阿宁，妈，您怎么来了？还带了只鸡呢。这土鸡最滋补了，我是特意送给老爷子的。有心了啊，谢谢。哎，我是看了朋友圈才过来的。你们既然已经领证了，什么时候办喜酒呢？快了，妈。那就好。你们就是那个绑我的人，你们怎么会在这儿？老爷子，就是他们胁迫我，让我把孩子骗回来，然后绑架了他们的。之前我不认识你们，不知道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是不想让我的女儿嫁进石家呀！你胡说八道！你胡说八道！爸，你个下贱货色，也敢在石家撒野！来人，把他给我撵出去！我还在这儿。姑姑，你想干什么？锦绣啊，我还不是怕你被人骗了。这种货色呀，瞎话张嘴就来，你可千万别相信他。我压根儿不认识这个人，这就是在污蔑。对，污蔑人呀，可是要坐牢的。我看呀，就别跟他废话了，把他抓起来，直接送去警局。来人！好了，动不动就抓人，现在是法治社会，要讲规矩。爸，我这也是为了石家好呀。这些人为了钱无底线呐！你就是被他们蒙蔽了。你们可真不要脸！我有办法。什么办法？我开回来的车是那2个绑匪的，上面的行车记录应该会有证据在。还是你聪明。陈默，总裁，赶紧去车上把行车记录仪弄下来，把视频传给我。是。怎么办？说什么？有没有证据还不一定，更何况我是石家的女儿，就算老爷子再偏心，又能把我怎么样？总裁，视频已经发你手机上了。300万，做不做？400万就绑架这2个小东西是吧？到时候把人带到我面前，我来和江宁那个贱人谈。他要是不嫁石家，我就把孩子还给他；他要是不肯，那就等着替他孩子收尸吧。这下你们还有什么话说？爸，这是合成的，这绝对是合成的，我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嘛？怎么，你们宁愿相信外人，也不相信我们？你们太过分了，竟然对孩子下手！你们还不说是吧？是他，就是他，就是他指使我们，让我们绑架，然后说给我们一笔钱。对，就是他们。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爸，
我这也是为了石家好啊！石家怎么可能娶一个摆地摊的呢？说不定这2个孩子也是他和别人生的。就是，亲子鉴定也可能是假的呀。为了石家，你就可以公然绑架；为了石家，你就可以找假的男人来演戏，是吗？你什么意思啊？方思海已经找了，他说是你让他冒充我去骗阿宁的。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份上，我也没必要再装了。对，这一切都是我做的，那又怎么样？要不是这个老不死的偏心，我至于这样吗？就算我策划了绑架，就算我让人来演戏，那又怎么样？我是石家的大小姐，有本事你们报警抓我呀！啊，我看你石家丢不丢得起这个人？有本事你们来抓我呀！混账！你们做出这种事儿，还以为我会纵容你们吗？来人，把这2个混蛋给我送到国外去！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回国！是。爸，你不能这样！爸，走，放开我！放开！你别动我！快点自己走！什么？把他们2个送到警局，调查清楚，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是。走。阿宁啊，妈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你能不能出来一下啊？妈，你怎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不能直说？我也不知道。哦，对了，你还记得上次那个宋夫人？你是说宋真真的母亲？对，她昨天给我打电话，说想邀请你到宋家去玩，大概是想解除你和宋真真的误会。你愿意去吗？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居然还邀请江宁那个贱人，她那么低贱，也配进我们宋家的门？是啊，妈，你怎么想的？我不行，现在鉴定结果还没出来，万一只是虚惊一场呢？我只是觉得石家和宋家再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把他们邀请到家里来，把话说清楚。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让他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他！敢欺负我的女儿，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还是爸对我好。够了！今天他们是客人，你们要是再这么没分寸，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别怪我翻脸无情。你妈，他疯了吗？他怎么向着那个贱人？别怕，还有爸呢，爸一定替你出这口恶气。你要是现在不想去了，我们现在就打道回府。妈不是说，我出生第一件衣服就是宋夫人送的，就冲这份恩情，我也要去啊。我陪你。来了。你是江婶是吧？哎呀，孩子出生那会儿我在医院见过你，你在照顾宋小姐呢。啊？是。宋夫人，你们来了呀！来，快请进，快请进。哼！贱人，你抢走了我的锦绣哥哥，现在还敢来我家，胆子挺肥呀你！真真，好好说话。江婶儿，你怎么回事？怎么连茶也不会倒？江婶儿这是怕恶人。你要喝茶是吗？我亲自端给你。真真，你怎么回事？宋真真，你是不是有病啊？我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了？要不是这个贱人，你能悔婚？我告诉你，我永远都不会祝福你们的。我希望江宁这个贱人
能早点死。真是不可理喻！既然宋家不欢迎我们，那我们走。等等，那个江小姐衣服湿了，要不换一件再走吧，要不然风一吹会感冒的，这样不好。妈，那就换了衣服再走，你去吧。那麻烦宋夫人了。跟我来吧。胎记，原来真的有胎记，不可能，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哎，姐姐，这孩子右肩上的胎记怎么没了？胎记？我怎么不记得我女儿肩膀上有胎记？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宋夫人，您怎么了？没什么，我们出去吧。夫人，这是有人送来的，说是要亲自交到您手上。到了，今天终于到了。你先带江小姐出去，我等下过来。是。哎，对了，你把老爷也叫进来。是。这边请。老天爷，千万不要跟我开玩笑，真真就是我的女儿，希望一切只是幻觉。江宁是我女儿，江宁居然是我的女儿。真真不是，江宁才是我女儿。你怎么回事？就这样放江宁走了？我等着教训他呢。你怎么哭了？你不觉得江宁像我年轻的时候吗？这怎么可能？你意思，江宁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我也觉得不可能，可这都是真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卖红薯的下贱货，怎么可能是？哎，是不是这报告弄错了？是不是这报告弄错了？不可能，这是我的人一直盯着做的，不可能有错。有错的话，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两个穿着同样的衣服，是别人报错了。这怎么可能？对了，当初照顾真真的是江婶，她会不会知道些什么？我现在就去问她。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没错，就是我干的，是我偷偷把你的孩子跟张芳的孩子调换了。你们满意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生而为人，凭什么你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我只能做个下贱的底层人？我就是想让你们痛苦，让你们也尝尝我们穷人的滋味。我宋家待你不薄啊，居然做出这种事！20几年了，你隐瞒了我们20几年，你让我和我的女儿生生错过了这么久，这都是报应！报应，你们懂不懂？把这个贱人送到警察局去，我要让他血债血偿。是。报应！原来我不是宋家的千金，江宁才是。原来我才是那个摆摊卖红薯的土货。江宁，如果没有你，这一切都是我的。你休想抢走我的一切！啊！真真，你去哪儿？糟了，真真不会听到了吧？真真，宋夫人人挺好的，我本来想着让你和她多相处相处的，没想到……没事儿，就当是出来散心嘛。
稍等，我接个电话。江宁，你给我等着！我现在就要你死！爷爷，你没事吧？没事。江宁，江宁，你没事吧？锦绣哥哥，你没事吧？妈，你居然打我！我打你怎么了？那可是活生生的人命啊！你差点就撞死人了，真真，你太让我失望了。那是因为他该死。如果不是江宁，我还是宋家千金。锦绣哥哥也是我的，都是江宁，是他抢走了我的一切。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可这也怪不得阿宁啊，是你出生的时候在医院被别人抱错了，他也是无辜的，他也是受害者。宋夫人，你在说什么？阿宁，你才是宋家的千金，我才是你的亲生母亲呀！什么？什么？阿宁，对不起。阿宁，爸爸为之前的言论向你道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不可能，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爸妈，你们都不要我了吗？真真，就算你不是爸亲生的，你还是我的女儿。那江宁呢？你们是不是准备把她接回去？我告诉你，宋家只能有我一个女儿。真真，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阿宁，你够了！这件事情太匪夷所思了，一时半会儿你们也说不清楚，先让他好好缓缓，以后再说吧。哪位是宋真真？我是。有人报警说你寻衅滋事，故意杀人，跟我们走一趟吧。报警？谁报的警？是我报的。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好好反省反省。江宁，走，你赢了。他这个性格，不让他吃点亏，永远都改不了。宋夫人，惯子如杀子。都过了预产期了，我的肚子怎么还没动静啊？老婆，这种事情可急不得。是啊，这事急不得，慢慢来。哎，怎么了？不对，我好像要生了。啊？什么？要生了？宁宁，你还好吗？妈妈，你痛不痛？我们要有弟弟妹妹了吗？妈妈，我们给你加油！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送医院呐！快走走走！太好了，我又要有曾孙子了！今天这天气不错，哎呦，这日子是越过越好了。